手术善骑士。其实雷射最主要的用途呢，是利用激发出来的能量，那把黑色素打散，让我们人体能够吸收。首先呢，就是皮秒雷射呢，就是它是所谓的 picosecond。picosecond 意思指的是说它是10的负12次方。那相较于过去的传统雷射，也就是 nanosecond 的话是10的负9。这个意思上就是说，它们两个在时间上产生的不一样，大概就是产生1000倍左右的差距。那意思就是说，过去呢，在传统雷射上面1000秒才能够达到效果，在皮秒雷射1秒钟就可以达到了。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要提到所谓的就是光热效应和光震波效应。所谓光热效应是说，我们打进雷射之后呢，我们把能量透出进去，然后让黑色素细胞打散，然后我们就身体能够代谢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你花的时间比较长，这个热产生时间比较长，对皮肤的伤害就会比较大。那这就是过去的光热效应所带来的效果。现在的光震波效应只说，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震荡的能量，然后把黑色素这一些色素打散之后呢，我们身体可以很快速的吸收，而且这个热能停留在身上时间非常短，所以对身上的我们人体的伤害就会非常小。其实呢，所谓皮秒雷射，其实它就是在几乎泛指所有的色素性的问题都能够带来帮助，比如说晒斑、雀斑、干斑、颧骨斑、太田母斑这一些色素性斑点，那还有暗沉的痘疤，还有皮肤色素不均，这个也都可以改善。除此之外呢，就是其实皮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利用改变不同的波长来进行去除刺青这样的动作。所谓的干斑呢，目前的就是确切的致病机转其实不是非常确定。那总之它就是一种色素性的疾病。它容易在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呢？第一个是说怀孕之后，或者是说它今天有些荷尔蒙的变化。那而且它容易在就是我们常常光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颧骨的区域下巴比较凸起的部分，甚至是眼睛，这些都是常常出现干斑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生活压力，或者说你最近服用一些药物，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斑点性的问题产生。那统称这一些就是叫做干斑。首先呢，就是其实皮秒雷射的4大适应症这件事情，其实所有机台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你是要治疗黑色素，也就是所谓的斑点的问题，或是凹疤、细纹，或是你要去除刺青，只要你有这4样需求，都可以进行皮秒雷射的治疗。那目前的话，就是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几个大家比较常用的机台，包括了 PicoSure、PicoWay 跟 PicoPlus。那PicoSure 跟 PicoWay 这2个都是美国原厂，也算是皮秒雷射比较早出现的机型。这样，那他们透过不管是755或是1064、532这一些不同的波长，他们针对皮肤的不同的层数来做黑色素的治疗，那都能够对就是我刚刚讲的那4大适应症来提供它的帮助。那最近呢就是比较近期的话，是还有包括 PicoPlus 这个韩国原厂的机器。那它和之前不同的是，它搭配了更多的探头，不管是532、595、600，或者是说就是1064，它号称是说就是它能够针对皮肤各个不同的深度来做不同面向的治疗，那也更适应我们亚洲人的皮肤，它能够在就是不破坏表层的状况下，对底下增加就是它的胶原蛋白的增生，或者是说增加它的色素改善的程度。那除此之外，对凹疤跟细纹还有刺青，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帮忙。
首先呢，就是在治疗的前3个月，他要停止服用 A 酸、A 醇、水杨酸这些酸类，而且他在前1个月呢，要避免过度日晒、SPA 或是日光浴这些活动，而且他治疗前后要避免辛辣、酒精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啊，要不然就会容易引起干痒啊、皮肤缺水和脱皮、红疹这些问题。其实啊，皮秒雷射啊，当初虽然说就是它是为了淡斑这样的治疗而产生的机器，但是因为同时间就是在这个机器它能够运用另外一个叫做多焦探头，或者是另外一个比较被大家知道的名叫做蜂巢探头，它的作用是利用就是这样子多聚焦的方式产生多点的雷射治疗，那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光学空泡效应 LIOB， 就是它能够让胶原母细胞大量的活化，而进而使得就是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那意思就是说呢，它能够增强皮肤的结构，改善皱纹、细纹，甚至就是连毛孔粗大和凹疤的问题都能够一并解决。这个是皮秒雷射另外一个治疗的主要的优势。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它的热伤害效应也是最低的，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但是主要的缺点就是说，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机器，那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自然就是它比起其他的雷射治疗方式，它的花费就会比较高。不适合做皮秒雷射的是哪些人？包括了怀孕、蟹足肿、荨麻疹，或是你有光敏感性的疾病，那甚至你治疗部位的有病毒感染、那皮肤病变或血液或是免疫重大缺失这些疾病的话，其实不适合做皮秒治疗的。那除此之外呢，只要你有要治疗黑色素、凹疤、细纹或是去除刺青这样的需求，其实都可以做皮秒雷射。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就是不同的雷射波长，其实它能够对应到我们肌肤上能够作用到的深度，这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如果要治疗是斑点的问题的话，其实不同的斑它都有不同的深浅。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可能考虑它是活性斑或是死斑，这些它斑本来不同的特质。那今天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斑解读错误的时候，会导致我们对于错误的陈述进行治疗，也就是我们选用了错误的探头。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说就是治疗无效，或者是说反黑这些情形的出现。如果今天你来接受皮秒雷射治疗之后呢，就是它在治疗24小时之内它是不能够上妆的。那只要加强保湿跟防晒就可以了。那在1周之内呢，不要再使用就是甘醇酸、A 酸或是含酒精之类的保养品。那除此之外，在1周时间内呢，也不要泡澡和去泡温泉或是做3温暖烤箱、蒸汽浴这些活动，因为呢，就是这些热容易使水分容易散失啊，然后造成皮肤的水分不足。那最后就是在1个月之内。就是它不再适合再做其他的雷射或者是脉冲光之类的疗程。目前并没有研究报告指出疫苗和医学美容之间的数字有任何的冲突，但是就是通常我们建议，或者是说，就是我们有看到一些专家建议，他是说最好是间隔2周之后再来进行雷射的治疗。因为我们雷射治疗之后会对肌肤产生一些破坏，会角质层有一些伤害，这样。那如果说不防晒的话，容易造成紫外线对皮肤产生相对应的一些伤害，那所以不得不说，就防晒还是一定得做的一件事情。那通常呢，就是因为市售防晒乳它还需要透过卸妆，所以我们建议是说，假设今天雷射完之后，在第1周内先不用抹防晒乳，而是透过避免和遮蔽的方式。所谓的避免是指说，就是我们避免在就是比如说日晒最强烈的时候出门，或者是说到太阳底下活动。那遮蔽的话，就是说我们穿戴一些比较能够遮蔽我们身体的，包含是口罩啊，或者是袖套这一些，就是
达到防晒的效果。那1周之后再开始抹防晒乳，这样。其实不只是皮秒雷射，其实做所有的雷射治疗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做完治疗之后呢，它都会对我们肌肤的表层造成它的屏障的功能会下降，角质层锁水的功能也会比起以往来的差。所以如果没有做好保湿的措施的话，很容易会造成你的皮肤会比以往就是更容易水分散失。那我们这时候就建议使用温和的水相的保养品啊，如果像是化妆水或是精华液这一些来帮助肌肤补水就可以了。